饺子皮放锅里蒸一蒸，出锅就是一道有名的小吃，老少皆宜。大家好，我是乐乐妈，无需复杂工序，香到跺脚的美食，赶快拿起饺子皮一起跟着做起来吧。取一只干净的小碗，倒入50毫升食用油，再加入1勺中筋面粉，用勺子沿同一方向快速搅拌，让面粉与油脂充分融合。油与面的比例呢，约为3:1，可根据实际情况的微调。若太稠，可加入少许的油稀释。这样的稀稠度呢，是最适合涂抹和起酥的。接下来我们拿出饺子皮，然后往一张饺子皮表面刷上一层薄油酥，再叠上一张饺子皮，继续用油酥刷一刷。按照此方法，5张饺子皮为一组，依次刷油重叠。很多朋友呢，要么直接刷食用油，要么直接用眼，效果都不如蒸面粉调制的油酥好。细腻的油酥能让成品层次更分明，蒸之后口感更松软。饺子皮完全刷完油后，准备一个盘子，我们在里边刷一些油酥，防止粘连。然后呢，把饺子皮放进来，再盖上一张保鲜膜，防止面皮风干。覆盖保鲜膜时，注意将边缘压实，避免空气进入导致面皮干裂。整理好，现在先放一边，静置10分钟备用。咱们准备上一把粉丝，找个合适的容器，把粉丝放进去，接着倒入热水，让热水把粉丝没过，就有这么浸泡一会儿，等粉丝变软。接下来准备一把鲜嫩翠绿的韭菜，将韭菜整齐的码放好，一下一下均匀的切成小段。切好后，把这些韭菜段轻轻装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，往韭菜里缓缓倒入少许的食用油，然后拿起一双筷子搅拌一下，搅拌至能看到韭菜表面均匀的裹上了一层透亮的食用油。这裹食用油呢，可有着大作用呢。它能在韭菜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，减少韭菜水分的渗出，这样在后续操作中，韭菜就不容易出水烂掉，能更好的保持口感和形状。先放一边。没一会儿，刚刚浸泡着的粉丝呢，就已经吸饱了水分，变得柔软而富有弹性。我们把粉丝控水捞出来，让粉丝里残留的水分尽量控干，然后把粉丝放入一个干净的大碗中。接着拿出一把锋利的剪刀，将长粉丝剪成大概3到4厘米长的小段，这样在后续烹饪时会更方便入味和食用。剪好粉丝后，拿起老抽瓶子，倒入少许的老抽，一边用筷子进行搅拌，让每一根粉丝都能够均匀地沾上老抽。搅拌至每根粉丝都均匀的相色，呈现出诱人的酱色，就差不多了。这样后期呢会更加的入味好吃。现在把调好味的粉丝呢先放在一边备用。准备3颗圆润的鸡蛋，一一磕入干净的大碗中，然后快速且有节奏地搅打起来。蛋液逐渐变得均匀细腻，表面泛起一层细密的小泡泡。接着往锅中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当能看到有几缕青烟升起时，就说明油热好了。将蛋液缓缓倒入锅中，蛋液一接触到热油，瞬间就开始膨胀凝固，边缘慢慢翘起。用铲子迅速在锅中轻轻翻炒滑散，让蛋液受热均匀。随着不断的翻炒，蛋液逐渐变成一块块金黄诱人的鸡蛋碎，散发出阵阵浓郁的蛋香。当鸡蛋碎完全熟透，色泽金黄鲜亮时，
用铲子将它们盛出锅，直接放入韭菜碎中。接着将之前备用的粉丝呢也放进来，随后加入适量的食用盐，再加入一小撮胡椒粉，然后从碗底开始往上翻拌，让每一样食材都充分接触入味。当所有食材都均匀地裹上调味料，这碗鲜香可口的馅料就调好了。这会儿饺子皮经过醒发，变得更加的柔软有弹性。取出一摞饺子皮，轻轻用手捏一捏，重点把中间部分捏得更薄一些，这样在擀皮时受力更均匀，面皮不容易跑味。将捏好的饺子皮整齐摆放在菜板上，拿起擀面杖，从面皮中心向外轻轻推擀，一边擀一边转动面皮，让其受力均匀。现成的饺子皮本身经过揉制和醒发，质地柔韧有嚼劲，省去了自己和面醒面的繁琐步骤，用它省心又省力。不一会儿就擀成了巴掌大小的圆形面皮。擀好的面皮逐一放入刷了薄油的盘中，避免粘连。此时蒸锅水已提前烧开，将面皮放进来，盖上锅盖，大火蒸5到8分钟。趁蒸制的时间，取一只小碗，加入1勺面粉，再倒入少许的清水，搅拌开，直到面粉完全溶解，调成质地细腻、流动性较好的稀面粉水备用。时间一到，打开锅盖，热气腾腾中取出蒸好的面皮，趁热轻轻揭开每一张面皮，会发现它们变得透亮光滑。用手拉扯一下，弹性十足。接下来我们在每张面皮上铺上适量的馅料，将面皮拉起来覆盖住馅料，两边对折2次，再细心卷成紧实的春卷形状。在收尾处涂抹少许的面粉水，轻轻按压封口。面粉水的粘性比清水呢更强，能让春卷口牢牢粘合，煎制时不易散开。逐一包裹好，放一边备用。接下来锅中加入1小勺薄油，油热后放入卷好的春卷，随着油温升高，面皮边缘渐渐变得金黄酥脆。不时地用筷子轻轻翻动，让春卷受热均匀。煎至两面金黄，香气四溢时，即可出锅装盘。饺子皮做的春卷既能在蒸制后保持韧性，又便于包裹馅料，煎制时也更容易酥脆，一举多得。咬上一口，外皮酥脆的直响，内馅的韭菜、粉丝和鸡蛋碎混合着咸香，简单又充满创意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了。大家无论多忙多累，也要记得按时吃饭，保持健康饮食。不要忘了关注、订阅我的频道哦。下期继续分享更多生活小妙招。我是乐乐妈，再见。